有沒有人曾經升職之後走路都變慢一點啊？不是因為腳受傷，是因為覺得自己比較有主管氣場。以前搭電梯站角落，現在站正中間。以前請人幫忙還會說謝謝，現在開始說這個你處理一下。有沒有發現，人的身高不一定會變，但職位一高，鼻子常常跟着升高。然後呢，今天的經文以西結書31章，就是神講的一個超大的植物故事，不是教你種樹，是教你做人哦。背景很簡單，神要警告埃及法老，卻沒有直接罵他，而是先講另一個國家的故事——亞述。神把亞述比喻成一棵巨大的香柏樹，高到什麼程度？高到鳥在上面築巢，野獸在下面乘涼，河流滋潤它，萬國都羨慕它。翻譯成今天，就是一家全球500大企業，粉絲破千萬，股票一路漲，老闆天天上財經雜誌封面，大家都說這家公司永遠不會倒。然後呢，神說這棵樹真的很漂亮。注意哦，神沒有否定它的成功，神沒有說長高不好。問題出在哪裡？經文一句話直接命中核心，因他高大，心高氣傲。看到沒有？不是樹太高，是心太高。很多人不是輸給能力，是輸給態度。然後呢，我想到現在的社群媒體，以前自拍是記錄生活，現在自拍是證明生活。出去吃飯不是先吃，先找光線，咖啡放到都涼了，還在調角度。拍完99張，選一張，修圖20分鐘，最後發文寫隨便拍。各位最努力的就是隨便拍。然後呢，有時候我們的人生也是努力，不是為了成長，而是為了讓人羨慕啊。車子不是自己喜歡，是希望鄰居喜歡。工作不是自己熱愛，是希望同學會可以炫耀。房子不是住得舒服，是拍照有面子。慢慢的，我們不是活給神看，是活給演算法看。然後呢，神說因為這棵樹驕傲，所以把它交給列國中最強的人砍倒。這畫面超震撼啊！昨天大家還在樹下乘涼，今天木材特價出售咯。昨天還是人生勝利組，今天變成歷史教材。各位有沒有發現，人生最大的變化常常不是慢慢來，而是一瞬間。一封電子郵件，一張報告，一次投資失誤，一場意外。很多人不是沒有能力，而是忘了能力不是永遠屬於自己。然後呢，經文還說，那些曾經依靠這棵樹的飛鳥和走獸都離開了。這句真的很現實，當樹倒了，最先飛走的就是那些只想乘涼的人。是不是很像人生啊？升官時朋友超多，退休後電話超少，有錢時聚餐很多，沒錢時聚會很忙。所以不要把人氣誤以為是真情哦，不要把掌聲誤以為是價值。真正留下來的人，不是因為你的高度，而是因為你的生命啊。然後呢，神講這個故事，其實不是只講亞述，而是在問法老，你覺得自己比他更厲害嗎？這問題放到今天就是，你真的覺得自己不會犯同樣的錯嗎？很多人看見別人跌倒，第一個反應不是提醒自己，而是評論別人，結果沒多久自己也跌進同一個坑。因為驕傲最大的特色就是永遠覺得這篇道是講給別人聽的。然後呢，真正的謙卑不是一直說自己很爛，而是知道一切恩典都不是理所當然。
今天有能力，感謝神；今天有機會，感謝神；今天有人信任你，還是感謝神。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是蒙恩的，就不需要一直證明自己，因為他的價值不是來自高度，而是來自神。最後神說，這棵大樹最後下到陰間，意思很簡單，再高的人也有終點，再大的企業也有期限，再多的掌聲也會散場，只有神的國永遠長存。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你今天站得多高，而是當你站得高的時候，心還有沒有低下來敬畏神。因為一棵真正健康的大樹，不只是向上長，更是向下扎根。生命也是如此，真正站得穩的人，不是枝葉最茂盛的人，而是根扎得最深的人。金句：人生真正的高度，不在於站得多高，而在於站得越高，根扎得越深。因為沒有謙卑做根，再高的大樹也經不起風暴。